趁谁兵临，草木皆是刀光剑影。谁靠近，谁惊醒？黑白由谁来分明？殊途同归不同命。流血不留名，走遍了荒漠，寻找自我，在黑暗角落，光明磊落。暗河流过谁的传说？最后谁又把谁一生埋没？我一跃而上，刀尖上的风浪，热血怒放，开出信仰。谁用梦想抵抗宿命荒唐？我逆流而上，生死如天地苍茫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听你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屑啊。也对，你对金钱并没有什么概念。你或许不知道，这屋子的金砖加起来能值多少钱？能值多少？买下一座钱塘城，够不够多？开门见山，自然就先给二位看点粗俗的。若二位以为暗河的财富仅是这些，那也太小看暗河的先辈了。哎，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里面藏着剑心主的兵器。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剑心主、名剑山庄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另有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看那霸王甲，世间皆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里的兵器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稀罕物，无剑城，其中的任何一样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。我说掌柜的，你语气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了。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叶鼎之的围杀之战，这些名字我曾听他说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暗河中居然还藏有雷门的这些物件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里全都装满了，所以要格外小心。若这里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会被夷为平地。岩蛇？错了，错了，我在穆家见过百毒谱，一模一样。这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和唐门以及百毒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这条蛇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要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地放倒。成河，别乱来！只是开个玩笑。那么旁边这2个药柜呢？自然亦是天下奇毒。若没有猜错，剩下的一道门中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，
没错，接下来的这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类暗器。除了没有唐门的暴雨梨花针、佛怒唐莲、孔雀翎这类秘传暗器外，其余的也是应有尽有。这院子中不止这几间屋子吧？还有接下来的那几间屋子，分别藏有奇门阵法之术、各重要城池的官家堪舆图等等。只要你能想到的，暗河的先祖们都已经将它们收纳其中了。所以，这便是暗河的宝藏。你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高兴啊。这是暗河传承100年才堆积起来的财富，只有拥有这些，才能将整个暗河运转起来。所以为什么说得到绵龙剑才能继承大家长之位？你以为只是一柄剑的象征？如果只有那3间屋子的金砖，或许我能这样认为。但是今日看到这些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：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禀宗主，他们已经到了黄泉当铺。送葬师苏长河，纸伞鬼苏沐雨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控住了暗河的秘密，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仅凭一柄绵龙剑，还是无法取走那些东西的。暗河，终究只是握在我们手里的一柄剑罢了。我们的人呢？到黄泉当铺了吗？他们此刻，应当已经见面了。我以为这间院子，只有手持绵龙剑的主人才能够走进来。前尘过往，你们自己细聊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，这里是黄泉当铺。当年提魂殿中见到你们2人，我便说应该将你们都杀了。可我也说过，正因为他们危险，所以才有将他们留下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今，应当是后悔了。这是炎魔掌，不要硬扛。这样的功力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练出来的。你不是继任大家长之后才开始练的，你早就开始偷学了。这个答案，你们可以去下面问问大家长了。你们2人的武功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。不要再说这么自大的话了。
你们3人的性命，今日就得留在这里了。可我们今日来此，不是来和你们分什么死活的，我们是来……你我之间，本就该有一场死战。还记得你那手下的仇？他是我的家人，能和沐雨结下死仇，兄弟，你的路是走到头了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诸位，还适可而止了。我方才说过，这里是黄泉当铺，我只允许你们在此聊一聊那些往事，可没让你们把我这里给拆了。王掌柜，有些话你怕是还没有和他们2人说完吧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里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事物。哦，什么事物？这个，正是这个钥匙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块腰牌可以取走院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3关始终能够凌驾于3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太小看我们，也太小看黄泉当铺了。哼，哈，3关这是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你觉得如何？你们好像忽略了一件事。哦，我们忽略了什么？我们并不认可提魂殿，更不认可你们3关。新的暗河之中，不需要你们存在。看来是我们自作多情了呀。只是你们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。这是一份邀请。莫不是3关中谁要成婚了，邀请我们前去赴宴？你们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暗河。苏昌河在家园拒绝了我的交易，可今天这个交易你无法拒绝。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去，这个约你们一定要赴。去哪里赴约？天启城。天启城？那所见之人又是谁？所见之人的先祖在100年之前创立了暗河，至于剩下的，等你们到天启城之后，自然便会得到答案。有意思。可为什么我一定要对暗河这个答案感兴趣？收起你的研磨掌了，在黄泉当铺中杀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想得出来。你说对了，我就是这样的疯子。你说的约我会去赴，你的命也先留下，还是让沐雨亲自来取吧。要不，你现在就动手？这是不把我们黄泉当铺放在眼里。不急于一时。疯子！我知道这是你的地盘，可我还是会发疯的哟。抱歉，掌柜。哎呀，刚刚差点没忍住啊！但是不理清暗河背后的隐秘，我们确实举步维艰。他们主动来寻我们，倒好过我们去找他们。不过，天启城是不是听起来也有几分趣味？如果你曾经去过天启城，就不会觉得那里是什么有趣的地方。让暗河入天启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有些事情只有越危险，才越值得去做。因为世间的每一件事，都有属于它的代价。你想要这座平静了许久的天启城染上血雾，可影宗本是护卫皇城的所在。很多事情已经开始不一样了，我期待他们的到来。哎，我的乖女儿，在看么事啊？苏沐雨，她可能暂时不会回钱塘城了。哎，她本就是苏家的家主，自然不能一直留在这钱塘城中啊。她回暗河了？不，信上说她要去天启城。皇城天启，她去那里做么事？信上并没有说。
要准备动身了。皇城天启，阿爹，你去过天启城吗？那是世间最繁华的城池，是世间最安全的城池，亦是世间最危险的城池。世上有2个戴恶鬼面具的人最可怕，一个是我，白小堂之主姬若风，另一个便是他了，暗河的魁，人中之鬼。我本以为暗河会在这一次的混乱之中彻底离开历史的舞台，可却在他和另一个年轻人的手里得到了新生。所以，他们真的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？消息不会有错，他们这一路前行，肯定是冲着天启城而来的。据说，世上有一条河，是常人无法看到的，只有在最深的深夜，顺着月光，你才能依稀看见它。而沿着这条河流往上走，就能找到他们。他们是黑夜里的利刃，最凶狠的刺客。而如今，这条暗河要流入天启了呀！境界的差距，非一时可逾越。东君，放弃吧。自己的方式证明给他看，我百里东君有资格成为他的亲传弟子，就是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强者之路。水面摇摇晃晃，而我在江湖飘飘荡荡。离合悲欢，一如青山茫茫。一叶扁舟，渡过江河彼岸。是谁自在一路独闯冲破魔障？是谁潇洒狂笑，醉到那江湖梦不断？写到剑道哪一条道会更逍遥？无情游戏。